Hi! Welcome to Bookbox. Don'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tap the bell icon to get our latest videos. 小精灵和鞋匠，改编 Bookbox。无论彼得·舒梅克怎样辛苦的工作，和善地对待村里的所有人，但他从没能够挣到足够的钱来做他自己的鞋子。在这个特别寒冷的下雪天，他的作坊里总共剩下只够做最后一双鞋子的皮革。那个晚上，彼得小心地切割了他的宝贵的皮革，把它们放在一边，等早上时再把它们缝合起来。第二天早晨日出时，彼得准备开始工作，但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，一双工艺精巧的鞋子放在他的工作台上。真神奇呀！他的妻子塞西利亚说。同时他们很快把鞋子放在橱窗里，因为假日购物季节已经开始了。幸运的是，非常讲究的斯尼汀小姐刚巧适合这双鞋子，她为此支付了慷慨的金额。有了这些钱，彼得便去买了更多的皮革，足够多做2双鞋子了。那天晚上，他再次开始工作，切割了他的皮革。当他上床睡觉时，把料子放在工作台上，期盼着一个好的设计。他在熟睡中梦见了鞋子。当他第二天一大早醒来时，再次发现2双工艺精巧的鞋子呈现在他的眼前。顾客们也很快买走了这些鞋，因为它们的确是杰作。现在彼得能够买足够做4双鞋子的皮革了。这件神奇的事情延续了一段时间。舒梅克出名了，因为他的鞋子是镇里最好的。彼得和塞西利亚这些日子的生活好过多了。一天，塞西利亚说：“我想知道是谁这样坚持不懈地帮助我们。”彼得宣称道：“今晚我们就藏在作坊里，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”并且他们真的这样做了。就在正好午夜时，2个很小的精灵踮着脚尖进来开始工作，很快做起精巧的鞋子来。他们衣着破旧，甚至没有穿鞋子。在黎明到来之前，他们已经匆忙完成了，留下了几双准备第二天卖的鞋子。彼得和塞西利亚非常感谢这些小精灵们，并且担心他们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如此辛苦的工作。所以彼得开始着手做2双很小的鞋子。塞西利亚为他们每人缝制了2套暖和的衣服。在圣诞节前夜，他们把小鞋子和衣服代替皮革料子放在外面，再次把它们自己躲藏起来。午夜时分，
小精灵们突然进来，看到了新衣装，眨眼间他们穿上了身。他们是如此的高兴，所以笑个不停，跳着舞出了窗外。他们再没被看见过。彼得继续每天做鞋子，他和塞西利亚永远地过着快乐和满足的生活。小精灵们也一样。Hey there! Don't forget to like and share this video. Also, please leave your comments below.